电神带走诸多天文单位残骸，他们的研究将继续进行。联盟成员陆续撤离城市，围猎战上演。神秘绿光椅子协助，但终究在劫难逃。更多不同种类天文单位亮相，天文女公爵登场，他们将继续横推城市，消灭联盟的有生力量。Hey guys, peace am here，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在等待的10天后，这发蹦在他的频道更新了76集第2部分。这次悬着的心摔在了地上，又一次在我该睡觉的时候更新了，这无疑是困乏的，所以我直接原地躺下养精蓄锐，睡饱后在状态全满之下，再以此更加详细的分析一些有意思的想法。这集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联盟成员逃离城市，内容便是逃离的过程。请系好安全带，与我一起重新回顾剧集，我将尽可能盘点、解析、理论其中细节。看前请介，视频内容难保有睡过度、解读猜测，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在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这个小小的赞。前情回顾：天文部队继续推塔，监控人们为了躲避不得不狂奔起来，最终有着成规模的天文厕所拦住了去路。蜘蛛监控前来救场，很快便荡平了拦路的战士。回到本集，依然是无缝衔接3个部分，开幕便是胜利结算画面。监控科学家正站在蜘蛛监控驾驶位向我们点赞。此时的天气情况依然大雨滂沱，且没有任何有好转的迹象，同时暗示接下来的情节不容乐观。第2部分的色调滤镜相较上个部分变得明亮了一些。如果说上部分偏暗的感觉给人一种压迫感，那这部分更换后的感觉似乎多了一丝希望。火焰所反射出的光芒看起来像太阳，但是日升还是日落呢？很明显是日落，这不是希望，是绝望。我们继续，结算画面后有黑暗暴击声传来，是一些电神来了，但他们来到这的任务并不是帮助联盟成员撤离，而是拾荒似的收集着天文残骸。他们将上部分蜘蛛监控的战利品挑选了较为完整的几个打包带走了，而他们之所以打包带走，是要了解天文方。在此前我们得知电视科学家带回了3000飞碟的钳子，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研究。联盟现阶段对于天文方的了解十分的稀少，对于这个未知来敌，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以此找到对付天文方的办法。电神有着优秀的科研技术，走在联盟科技的前沿，其科学家更是谨慎无比。除了之前各种保密字眼外，电神在没有把握之前，我想他们很难再有一些针对性的行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电神是目前联盟最后出现的种族的原因，不打无准备的仗。随后拍者转身打算走近查看一番，但电神突然转头紫光照射，手指着拍者拒绝靠近，仿佛再往前走一步就要攻击似的，这非常奇怪。假如说电神拒绝拍者靠近，完全可以用手拦着就行，但此时却加了个紫光照射，我想这么做有几个原因，可能是紫光之下更加显眼，随后很快关闭，就像是在威吓拍者一样，导致只能顿足停止靠近。可能2，防止拍者捕获信息之后，别处监控人视角层层套娃，一传十十传百，导致机密的事情不再机密。可能3，也就是其台词所指十分的珍贵，这些个天文残骸的利用价值远比拍者更高，防止出现任何意外之下才有所举动。电神来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收集这些东西给电视科学家研究。此外，女电视也出现在了这里，不过现在没有遇到重要人物下线，所以她为什么难过呢？我想这里很大可能是表达了另一种意思，那就是他们能带走这些天文残骸，但无法同时带走联盟成员。从75集开始，各地联盟成员纷纷响应撤离号角，以此来规避天文方的穷追猛打。我想他们需要避其锋芒，卧薪尝胆，最后项目完成，在合适的时机一鸣惊人。所以在这个日子到来前，那注定会有无止境的牺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女电视情绪低迷难过的原因。这些电神虽说儒雅随和，但其说的内容很难不让人难受。心疼一首监控宝宝。到这里总共4句话，4句话全在怼，不信可以自己听一听。随后电神悉数黑暗离开，拍者望了望旁边的2个监控人后，转向了背后令拍者羡慕的兄弟。大摄影人重新安装好了盾牌，而后他示意拍者查看平板，由此可以得知这是第1位展示拥有平板的大摄影人，编号113，可能后面要考。平板的画面给到了另一个地方，从背景来看，有一些砖砌的墙已经损坏，可能这也是在某个城市之中，他们也同时在做着撤离工作。大电视示意大家在被找到之前赶紧离开，以此来躲避危险。画面
面中出现了一位棕色衣服的监控人，不过裤子颜色与我们熟知的中医监控不一致，可能是另外一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绿色衣服的音响人。虽说之前七4集也有一个绿色的，但衣袖与裤子不同，明显也不是同一个。展示完这段片段后，大摄影人收起了平板，向拍者指向了一个方向，是大桥的那边，而这就是他们将要去的方向。所有大摄影人表示祝你好运。在点头时可以看到左侧蜘蛛监控靠边了，因为马上就有一位厕所出租车出现，他一个漂移停车，十分的帅气。师傅走哪儿？来不及解释了，快上车。这是一位比较常见款式的厕所，其身上也有几位乘客。回收预告图的同时，这位比较平整的监控 man 也可以看清了，但遗憾的是不知道是谁干的，对此无法进行谴责。旁边的厕所是队友，显然正确了。拍者靠近后，一把薅起这位可怜兮兮的监控丢了上去，再拉上后方的2位一同上车。可以看到厕所侧面的炮管调转了方向，这是监控人在上车时收了起来，以此来方便上车。正当师傅刚要准备给油走人时，2发不速之弹飞了过来，拍者顿时趴下规避伤害，但爆炸的余波也产生了一些镜头失真。见状，精密大摄影人光速参战，抵御到来的天文厕所，蜘蛛监控也随之加入。至此，这车才算开了起来，祝他们没事儿。不过在他们撤离期间，仍然有个别天文厕所前来干扰。拍者掏出了比之武器还比之道，在先后击破2名天文厕所之下，可算上桥了。就在此时，一位莫名的监控人飞了过来，竟正好直接滑落就坐，这非常奇怪。从这名监控人的外观来看，他没有喷气背包，所以不具备飞行能力。再看其身上并无大碍，所以不具备被人攻击丢出的条件。其在飞行过程中存有尾焰，但在落到水箱后被砸稀了。不过他的飞行路线很怪异，存有一些弧度后精确掉落。在不具备种种因素下，那仅有一个可能了，神秘人驱使，但也没有绿光，总不至于裤子是绿色的原因吧？所以说这很难猜测。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我们继续，前路是漫长的，天文厕所灭之不绝，一路阻拦着拍摄者一行人。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一道发光的绿光在暗间击落了天文厕所。怎么这道绿光这么像极尽神使？跑题了，这道绿光的出现极大可能是神秘人出手了，他终于坐不住了。我们都知道，诡异绿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直接将其视为神秘人所为了，因为他的行动以及某些能力总伴随着绿光，但这只是大概。这道绿光仅是一瞬便完成了击破，速度可谓是分得快。但绿光的本质之下应该带有某种媒介的东西，炮能发射飞弹能理解，总不至于人能发射飞弹吧？所以这绿光类是什么呢？从这道绿光一闪而过后，可以看到在其不远处绿光消失了，变得似乎透明了起来，片刻间消失不见了，或者说失去了光照，看不清了。不过透明消失的概率大些，因为这很明显能看到物体背后有着背景。不过这点不必深究，我们马上还能看到一行人再次遇到了第2个天文厕所，但他又被一道绿光击中。这次可以看清了，绿光的下面隐藏着的是一把椅子，这把椅子看起来是薄一点的那把，也就是75集出现的那个，而前面那把看起来夯实一些，应该是上部分出现的这把。所以说这2下绿光难道是神秘人摔椅子？不过我觉得买笔2集不应该就这样草草得知了答案吧？如果是的话，除了神秘人代表势力或派系之下，有可能椅子仅是神秘人的工具，这点尚未可知，因为马上还能看到第3把椅子。我们继续，在经过了2波拦截后，一行人顺利到达了预定逃离方向，但等待他们的也是更强的对手。只见一坨巨大的黑影宛如陨石坠落般掉在了前方，别的天文单位靠飞，你靠砸是吧？一阵烟雾过后，露出了它的整体造型，是一个新型天文单位无疑了，有一根巨大的炮管，除了能发射炮弹外，还能缓冲坠落地面的冲击力。其后方可以看到与之前母舰和运输舰类似，有着一个巨大的圆盘，属于是将圆盘竖着放。我想这样做的好处可能是更加方便蓄能和快速移动了。除此之外，左侧路边有这样一个东西，看起来又是一把椅子，不过不是正对着拍摄者的，应该是背对着的，所以看起来有些奇怪。目前我们先后得知了有2把椅子，而这把可能是第3把。先前2把坠落的方向不同，且拍摄者给到这里视角时便一直存在，但在被爆炸波及后就不见了，难道被震飞了？不得而知。在经过短暂照明后，他一上来就是直接击毁了旁边的大楼，依然贯彻了破坏城市为首要路线的准则，但产生的效果十分的大，导致拍摄者被震飞了出去，以及大车体型大受到的伤害也大。很快又一声炮弹袭来，顿时间全部化为了齑粉，随风飘散，让我们为其致敬点赞。拍摄者转头，又一发炮弹即将飞来，对此只能拔腿就跑。可以在路上看到先前车上的一些单位，对于目前来说他们是幸运的。很快一颗巨大的炮弹接踵而至，命中了大桥，桥面被炸得碎片满天飞，余波也将一行人波及，镜头严重失真失去画面，这样的现象过去了6秒才重新恢
恢复，可见其产生的破坏力十分的可怕。现在除了里面隐藏的3个监控人外，就剩持枪监控和变种大兵了。不过这3个监控人怎么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与之有关，可能是个小彩蛋。随后有巨物靠近，回收预告图，很显然这8成就是上部分片头的天文焚毁机。此前我们在预告中猜测了其周身存在火焰以及残损的炮管是何人所为，到现在来看依然是飘忽不定的。无论是上部分开头的激活，还是敢死队轰炸机的打击，亦或是蜘蛛监控所为，都有可能。因为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视野之外，所以无法得知准确答案。来到这挡路的不只有他，还有刚刚发射炮弹的罪魁祸首。可以看到他能伸展出机械脚，一个跳跃便能跨越不短的距离。派者跑了半天不如人家一步，机动性十分的高。但他们并没有立刻了结拍摄者一行人，而是作乐一般的看着猎物逃窜。在逃离的方向依然还有一个相同款式的天文单位出现，以及视角扫过还有一架天文拦截机，陆空皆被封锁。对此重重包围之下，一股莫名的无助、茫然、绝望感油然而生。变种大兵累了，他选择放下了手中的武器，随后紧闭双眼，似乎在等待着那最后一刻的到来。这些人是他无法撼动的存在，根本就什么都做不了。除此之外，在不远处的小屋内，有人正在通过窗户查看这里发生的一切，是神秘人，但他此刻没有在帮助联盟成员。很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动着变种大兵，使其飞向了一个全新的天文单位面前，并很快成为了废铁，落到了拍者前方。这很瞠不结舌，这是一位颇具重量级的单位，看样子是来自天文方的一名女性单位。这个单位的名字名叫 Astro Duchess 天文女公爵，不论是这个名字还是其外观都很特殊，8成是个高级单位或是精英单位。其除了自身的飞盘外，头部没有武装头盔，但还有一块圆盘，以及侧面附有4只机械臂。这个机械臂枪头也就是此前的预告图，它的整体以深红色为主题，给人一种带刺玫瑰的感觉。他处理完了变种大兵，见状，拍者转头看向持枪监控人，他们已无路可去，无处可逃，无法可施，只能质疑监控人的至高礼仪。很快他就被同样的方式吸走，虽然有个白皮炮管厕所阻止，但这无异于大海扔石头掀不起风浪。在天文女公爵机械臂之下，很快2者纷纷被电解焚烧殆尽。见此情形下，拍者依然选择抗争，掏枪攻击天文女公爵。不过这样的攻击下宛如蚍蜉撼树，随着机械臂的牵引，枪和本体都被吸了过去。拍者对此礼貌回敬一手。天文女公爵见状，冰冷轻哼一声，拆解了拍者的四肢，顿时4下漏油飞剑洗脸，并回应一声 skibidi。此时右侧又来个勇士，虽然直接开火，但其拥有与 G-Tot 类似任意方向被动防御的盾牌。天文女公爵丢下了残损的拍者，开始与勇士对波。虽说自古对波左边输，但天文女公爵具备将其强行怼到左边的实力，顿时双眼如铜铃般瞪大，再配合机械臂激光发射，爆浆当场。但事情没有结束，飞碟厕所来了。这幕好似重现了之前他与 G-Tot 对话的场面，他们依然用着 skibidi 语言加密交流。对此我们无法得知2者间说了什么，可能要传达什么指令，类似之前与山前飞碟对话，可能需要天文女公爵前去某个地方，他们或许找到了其他联盟成员的踪迹，亦或是其他据点、城市之类的。从目前表现来看，他们相较对付联盟成员来比，破坏城市的优先级也不低。从出现以来，几乎集集都在摧毁，包括这集的最后也仍是如此。他们交流完后，天文女公爵向拍者眨了眨左眼，随后转身马力开启，消失在了视野之中。右上角警告字幕显现，除了其本体受到致命创伤外，此时再有大火吞噬，到达了临界点。最终镜头画面逐渐失真，直至无法继续工作。黑屏，本集完。那么能让飞碟厕所来传令，可能不会简单。上次传令后的山前飞碟对上了联盟泰坦和 G-Tot， 那么此次我想可能他们发现了泰坦踪迹，或是一个大型的窝点，从而需要一个有实力的单位前去突然发起攻击。但这个仅为猜测。你觉得天文女公爵会去哪里呢？好了，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我是 PC1，我们下个视频再见。